Oh my god， 怎么办？我觉得目前看到手机的样子，有打败 Pixel。哦。Yo，what's up， 配对，我是刘佩 Pierre。我们今天要比较一下 iPhone XS Max 还有 iPhone 11 Pro Max 的相机，会比较它们的录影功能还有拍照功能。但是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也会比较一下 iPhone 11。 到时候看看这两个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晚上夜拍也会比较一下 Pixel 3 XL。So let's go。我们影片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上一部影片有做一个送礼物活动，犀牛盾的手机壳，很多人参加，我们留言有超过2万，所以我就回去问一下犀牛盾，那个上次很多配对想要参加那个活动，但是非常多人没有办法得到手机壳，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再办一次的送礼物活动呢？他们说可以，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话呢，犀牛盾的手机壳它是模组化设计，按钮、饰条、背板都可以折掉自己设计配色。另外，犀牛盾的手机壳是独家研发的材料，是无毒的。简单介绍完他们的手机壳，现在要跟你们说，会有2个送礼物的活动。第一个就是折扣码，这个折扣码可以折抵官网的手机壳产品200块，总共可以使用300次，每个人只可以用1次。这个折扣码是什么呢？在影片当中会出现，所以一定要看完，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第2个送礼物活动就是这个，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上一支影片的话，就有看到我开箱这整盒超级多的手机壳，很多颜色很酷。到底要怎么得到这一盒犀牛盾的手机壳呢？就是要追踪我的 IG， 在这张照片按个喜欢，最后在留言区标记一个朋友就有机会了，所以大家加油 ！OK， 好，影片正式开始。所以我们先测试一下2个前面的镜头。前面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 iPhone XS Max， 这里是 iPhone 11 Pro Max。那主要我们今天要测试的就是4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声音。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听到2个不同的声音，如果想要听更清楚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下耳机。我们前面的镜头也可以测试一下 Dynamic Range， 所以现在太阳在我背后，太阳如果在我背后的话，有什么样的感觉？目前我可以看到在荧幕上的话 ，iPhone 11 Pro 会比较广。我当时拍 iPhone XS Max 测试前面的相机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很近。但这样就很不错。那除了 HDR 还有声音的话，我们另外要测试一下，就是它的自动对焦。所以我们测试一下对焦，对一下这个，然后后面感觉如何？对得快还是慢？自动对焦。那现在也可以顺便看一下2个不同的颜色。这是主要镜头。除了自动对焦，第3个我们要测试的就是它的防守阵。所以我们现在1080 60格，防守如何？我跑步，我是跑得很蠢，跑过去，如何？好累，刚刚有防守的好吗？我们最后一个要测试就是它的低光，但是因为现在还是天亮，所以我们晚一点再测试它的低光。现在我们这个是 4K 60格，那有一个重点就是 4K 60格它就没办法切换镜头，所以如果我想要往前的话呢，它只有一个叫做 Digital Zoom， 所以它不会切换，它是用同样的镜头，所以我们就切到 4K 24格。那这个时候呢 ，iPhone 11 Pro Max 就可以切换镜头了。我发现它切换，如果是从它主要的镜头到望远镜头，其实看不太出来，所以现在是望远。它是慢慢的换，这里是看得出来有没有？这个，然后这里这个，那切到广角镜头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有没有？这里。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做一个软体的 update， 应该就可以修改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看这里的 iPhone XS Max 然后慢慢的，有，它这里也可以换，但就没有对焦的很好。那我最后一个想要测试的就是 iPhone 的广角。那广角是只有11有的，所以现在这个是 iPhone 11 Pro Max， 这个是 iPhone 11。因为 iPhone 是说11跟11 Pro Max 它的
广角还有普通镜头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想要稍微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一样。所以这里 High Dynamic Range， 后面太阳，防守如何？我跑一下，防守如何？感觉 OK 吗？所以关于露营的部分，我觉得我想要你们来决定喜欢哪一些，因为其实有些情况，我个人是觉得 XS Max 比较好。两台手机，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新一代有最新的广角，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跟 XS Max 比。露营完我就去测试它的相机拍照，拍照功能我觉得在网络上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测试拍照，所以我稍微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 XS Max 还有11 Pro， 在这张照片我想要测试一下它的 HDR， 但这里我觉得差别没有很大，唯一的就是我觉得可能11 Pro 会比较清楚。这张照片我想要测试一下它的人像模式，一样我觉得差别没有很大，可能唯一的就是 Pr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比较亮 ，Tennis 颜色都好像比较暗一点。接下来这3张我是测试它前面镜头的人像模式，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我其实，在 IG 上有 po 这张照片，然后就有问大家喜欢哪一个？我看到很多留言，其实都是1跟3，所以因为我看到大部分是1或者3，我就在限动问看大家是比较喜欢这张或者这一张，其实很接近哦。我们57%喜欢第2张，然后43%喜欢第1张。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XS Max， 然后第2个是11 Pro Max， 所以前面镜头的差别也没有很大，也是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要拍广角的自拍的话呢，那只有11可以拍广角。我另外也有做一些投票，就是后面的镜头我是比较 XS Max 还有11 Pro Max， 结果这个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喜欢第2张照片，第2张就是11 Pro Max，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镜头在拍照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进步。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比较它的夜间模式。当天我完全忘记带我的 Pixel 3，所以就直接测试XS 还有11，那我们看看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11比较亮，就是因为它有夜间模式，但是 XS Max 也不会太差，而且重点是，如果我们稍微调一下这些照片，可以接近11 Pro 的夜间模式，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它的 Shadows 拉到最顶，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可能杂讯会比较多，但夜间模式的杂讯也不少，所以像这一张一样。我们去到 Shadows 拉到最顶，其实是 OK。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它的云，跟11 Pro 差不多。但是，一旦到了更暗的地方，夜间模式真的是比较有用。可以比较一下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的脸真的是很明显，有夜间模式确实比较好。那我们如果把它调亮一点的话，也没有像夜间模式那么好，因为夜间模式在11它皮肤的颜色会比较自然，这一张也一样，在夜间模式它会保留那个暖的感觉，跟人的皮肤比较自然。XS 就没办法，它真的是比较绿，然后皮肤的颜色好像比较白。除了在这些地方拍照的夜间模式，我们也有测试更暗的地方拍照，还有录影片。但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模特，因为 Megan 不在，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模特。哒哒！那现在拍到我吗？有啊，真的吗？有 ，sorry，hello， 完全有你，所以我们现在模仿一下，是灯光没有那么好的。好，所以刚刚3个照片是 XS Max、11 Pro Max 还有 Pixel 3 XL。那我们现在要测试一下另外一个人像模式，就是11比较没有办法用它的望远镜头来拍人像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它普通比较广角的镜头。我想要4个都自拍。That's 1, 4。And you look exactly the same. Oh my god. 你好厉害，对不对？对，你也是啦。2个都是啊。我好可怕哦。我觉得我不要讲出来哪个最好，由大家决定。我觉得你们自己决定。我们现在这里很暗，非常暗。这台相机低光是很厉害，所以看起来没有很暗。我先用没有夜间模式的，那我们是测试夜间模式。对，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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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动，不要动。好，最后一个 ，OK。这个嘞，这个嘞，哦，这个嘞，其实是差不多哎，只是现在我看到这个11 Pro Max 的话是比较暖，但都很厉害，好厉害这个。对 ，Actually 我可以再测试一个吗？可以啊。好，现在就是2台手机，一个是 iPhone XS Max， 一个是 iPhone 11 Pro Max。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4K 60格，录影的话是没有夜间模式，所以就看看有什么样的差别。目前我看到手机画面，我比较喜欢11 Pro Max 的感觉。我有开哦，前面的镜头这个11 Pro Max 完全看不到，但是 XS Max 至少还是有。有。哦，我没有想到会这样。这是 Wide Angle， 看得到我们吗？完全看不到，这里比较看得到一点。夜间模式是只有拍照的功能。对，我也觉得录影的话应该还不行，比较不行，对，比较不行。所以今天有测试 iPhone 11、iPhone 11 Pro Max、iPhone XS Max， 还有 Pixel 3 XL。我个人是觉得相机确实有进步，尤其是前面的相机，所以自拍啊或者录影都比较好。后面的相机加那个广角，我觉得可以变成很厉害的 Vlog， 真的是很广。基本上感觉好像都不用带 GoPro 出去，就直接用手机有那个 GoPro 的感觉，而且它防手真的是很不错。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切换镜头的时候，还是看得出来是蛮明显的。再来就是在拍4K 60格就完全没办法切换镜头。另外我也有测试 iPhone 11 Pro Max 的望远镜头，还有 iPhone 11它普通的镜头，我就把11弄成加2倍比较一下，我就发现其实拍照跟影片不会差太多。当然11 Pro Max 是好一点，但是它只是好一点点而已。我觉得唯一的原因想要望远镜头，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要拍非常远的东西，那也许11 Pro Max 的望远镜头还是会比较清楚。另外的话，如果你们想要像 XS Max 的人像模式那个距离的话呢， iPhone 11是没办法拍这样的，必须要走近一点才可以得到那个人像模式的感觉。So 测试这2个以后，我还是觉得11真的是够了，真的不需要到 Pro 那么高，因为那第3颗镜头还好而已。现在苹果还没有推出他们的 Deep Fusion 功能，就是用3个镜头一起拍照，然后弄得就是很漂亮，这样拼在一起。到时候出现会不会真的是比所有别的照片好？如果真的是的话呢，那也许是值得。但是我们目前是3.1当中，我觉得不太需要这望远的镜头。另外的话，我觉得 iPhone X 跟 XS 这上一代跟上一代的手机应该是可以用夜间模式，但结果它没有夜间模式，甚至我更新到 iOS 13.1也是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Apple 是故意是说哦，我们不想要放夜间模式在 XS， 这样的话大家就愿意买11，还是说它是真的本身硬体里面是没有办法夜间模式？那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有讲到，比如说你拍照当中想要录影片的话，就 hold 住，然后拉到右边，这个也是一个软体的东西。但是我就发现，为什么 XS 跟上一代都没有这个功能？按道理来说，这个应该是软体更新就可以了吧？所以很多功能现在感觉好像就是为了想要大家买 iPhone 11。So I don't know， 它真的是硬件的问题吗？我也蛮好奇，11有前面的镜头比较广，然后后面也加一个广角，会不会让你们想要换新的吗？大家要记得我们有送礼物活动，所以快点去 IG。好，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喜欢，更喜欢就分享。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以及加入配对，那就订阅，你最棒！记得按铃铛。你应该都先开好再拍，好像是。我很会拍片，好不好 ？OK， 没有了，我只是给你点建议啊，一点点小小的建议。